这次飞汤加是2架运20，代号鲲鹏，也被称为胖妞。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20吨，最大的载重量有66吨。而这次任务呢是投送33吨的物资，1架就够了。为什么要派出2架呢？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对飞行安全的考虑，因为飞赴汤加面临特殊的挑战。汤加海底火山喷发之后，大量火山灰随风飘散，弥漫着的火山灰一旦进入飞机的进气道，灰粒极有可能对发动机造成破坏。另外，努库阿洛法国际机场仅有2条跑道，而且一度被大概3厘米的火山灰完全覆盖，需要保证运20能够轻装上阵，在相关空域有足够的油料，留下更多的时间来熟悉周边的环境，确保安全飞行。此外，这次运20单程上万公里的飞行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投送，从中国南部到努库阿洛法国际机场的直线距离约为9100公里，而运20的最大航程约7800公里。注意，这个最大航程通常是指空载情况下的，载货情况下的航程都会缩水，因此运20进行了中途经停，再前往汤加。实际上，中途经停进行转场保障是完全科学的路线规划。中国空军2架运20圆满完成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也意味着运20作为一款军用运输机，完全具备在恶劣环境下进行野战起降的能力。运20的机身材料应用了较多高强度、重量轻的复合材料，那么在强化机体结构的同时，也让结构重量得以减轻。此外，它还配备了坚固的起落架，安装有前3点式起落架，主起落架6个轮，前起落架2个轮，可90度偏转。再加上先进的航电设备，使得该机足以满足跨洲机动的要求。其实运20服役执行任务以来，尤其是在全球爆发疫情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期间，飞往泰国送去防疫物资，承载医疗物资前往斯里兰卡，还有向乌兹别克斯坦送去紧急援助的防护服、输液泵等等防疫所需的物资。抢险救灾是世界各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重要职责。近年来，世界各国在逐渐扩展军队的非战争职能，让军队越来越多地承担应对自然灾害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任务。而中国军队也已经成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对于南太平洋的很多的这个岛屿的航线呢，我们的这个人民空军呢，一般来讲飞的机会并不多。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是民航或者相关的一些单位去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呢，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行动，那么对当地的空域对当地的这个机场设施有一个了解，我觉得可能对于人民空军未来执行相关的任务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各国抢险救灾的实践表明，军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和高度机动能力，在灾害救援中发挥着其他力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此次汤加遭受的自然灾害，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助力受灾的人们。汤加副首相泰伊也对中国政府迅速向汤加伸出援手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解放军也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更是积极的践行者。近些年来，中国海空军不断走出去，特别是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运20战略运输机多次担负了向国外运送疫苗、物资等任务，可以说是中国远程运输力量的实力担当。请教一下秦先生，运20鲲鹏展翅9周年，其实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呢？目前来看，当然运20的这个运用已经越来越成熟也就是说。可以说部队完全掌握了这款重型运输机然后把它的能力不断的在发挥出来，不断的在拓展。就是说它作为一款，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空中飞行的一个重型卡车有了这款这个重型的这种空中的远程的运输平台，那么它实际上拓展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而且它的运用的范围会越来越广比如说在去年的年底，当时这个台湾地区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媒也曾经报道，就是我们曾经在一次例行的在这个台湾岛周边的这个空中演训的过程当中当时就是1架运20配合着2架这个歼10C 战斗机当然还有其他的战斗机来进行演训。当时台湾地区媒体就认为这架运20应该叫运油20，也就是说以运20机体平台
为基础改装的一款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个也就是说以运20为基础，将来今后会拓展一系列这个支援性的平台。那么空中加油机是一种，另外比如说像大型的这个空中预警机改装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大型的空中预警机的平台然后一系列的这种支援性平台，无论是加油空中预警、空中的这个巡逻搜救再加上它基础的这个运输，所以它的运用面会越来越广。